养生看看儿团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我国近视的人数每年都在上涨，尤其是小孩患有近视的人数就更多了。所以呢，对于家长们来说，应该时刻注意孩子的眼睛问题。那当孩子出现以下症状时，就可能是近视的前兆。第一个症状，喜欢眯眼睛看东西。如果你发现孩子最近经常会眯起眼睛看东西，就要小心孩子可能出现了近视，要尽早带孩子去检查，并佩戴眼镜。第二个症状，频繁眨眼，因为眨眼睛能够缓解近视，从而看清眼前的事物。所以呢，当你发现孩子频繁眨眼睛看一样东西的时候，就要注意了。第三个症状，揉眼睛。当孩子的眼睛出现不适，或者是看不清东西的时候，就会习惯性的通过揉眼睛来缓解。第四个症状，近距离看东西。那这个症状也预示着孩子可能出现了视力问题。那家长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孩子，一旦有了以上症状，就要尽早去检查，千万不要拖。都说呀，50知天命，50岁，确实是一个挺尴尬的年龄了。木子50岁有啥尴尬的呀？那你说这上有老下有小的，而且这身体也处于一个快速衰老的阶段呀。那有啥要注意的呢？要说要注意的呀，那就是血管的健康了。如果不想让血管堵塞的话，3种食物就要少吃。腌制类的食物，比如腊肉、咸菜、火腿等，那这些食物都含有很高的盐分，吃多了呢会影响血液，不利于血管健康。蛋糕、饼干类食物，那这类食物中有很多的糖和黄油，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呢也很多。如果经常吃，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使血管堵塞。最后，高脂肪食物，这类食物中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脂肪，那吃多了容易让血液变得粘稠，血管变拥堵，所以也要少吃。所以大家从现在做起，保养好自己的血管吧。这2天天凉飕飕的，我爸就天天的在我耳边叨叨，说腿疼。我说你年轻的时候总耍单，现在年纪大了能不腿疼吗？都说人老腿先老，所以养腿要趁早呀。看这里，今天就教大家一个养腿护腿的小动作。找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站直了，然后把右腿向上踢，使足自己吃奶的劲儿，最好踢到和心脏一样高，或者超过心脏也行。左右腿轮流的踢，每次踢2到3分钟就行。这样踢腿可以加快下肢血液循环，疏通血脉，预防腿部肌肉萎缩，对改善缓解膝关节疼痛有很好的效果哦。那到老了，你是想健步如飞呢，还是疼痛难忍呢？赶紧坚持练一练吧。木子这咋的了？我这总感觉嗓子有东西堵着，还有点痒。你那多喝点水吧。没事儿，可能是秋天天太干的事儿。嗓子不舒服，老是干痒有痰，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或许能帮助到你哦。那我们要用到的就是刮痧板了。如果没有刮痧板，那也可以用硬币，刮的位置就是肘窝，从上往下刮。如果觉得疼，那就涂点润肤乳，每个手都刮100下，刮一会儿会出痧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刮1次，等痧快没了再刮，对缓解嗓子干痒、有痰、咳嗽有很好的效果哦。大家可以试。最近我身边的很多小伙伴都在减肥，有的说我肚子肉太多了，那有的说我腿太粗了，可是减的效果都不太好。其实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件事，有时候我们身体胖，也可能是体内存在湿气了。那该怎么减肥才好呢？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那这个方法就是用山楂和菊花一起泡水喝。山楂有健胃消食、行气散瘀的作用，而菊花有清热解毒、养肝明目的作用。那将山楂和菊花一起搭配泡水喝，可以帮助调脾胃、加快代谢、消油脂，有很好的祛湿排毒、瘦身减肥的功效。大家可以试一试哦。那今天就唠到这儿吧。
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帮助到你呢？俗话说得好啊，一胖毁所有啊，所以呀，减肥才是真正的整容。那想要逆袭的吃货们，赶紧放下手中的美食，让木子教你个方法吧。当当当当，那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敲打我们身上的一条经络，在哪里呢？就是带脉了。带脉呀，是一条横向的经络，在我们的肚脐向腰两边画一条线，那围着腰部一圈，也就是我们这里。然后呢，将我们手握成拳敲打，每次敲打100下，每天敲打2到3次。敲打带脉呢，可以疏通经络，不仅可以收肚子，减少赘肉产生，对于便秘的人来说，还有很好的通便效果哦。还有啊，肚子大的朋友，每天吃完饭呀，不要就坐着或者是马上躺下，起来溜达溜达，运动运动，这样可以让大肚腩离你远远的哦。你们说啊，现在这生活条件哈是越来越好了，那不像以前，那想吃个肉还得盼着过年。现在呢，每天都能吃像年夜饭一样丰盛。可是啊，这也容易呢让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出现血液粘稠。那血液粘稠的时候呢，可能啊会有2个信号哦。一个是早上起来呀，头晕目眩，浑身乏力，没精神；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下蹲费力，容易呢胸闷气短，还头晕。不过呀，先别慌，今天呢，木子给大家推荐啊3种食物可以预防血液粘稠。柠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能软化血管，预防血液粘稠堵塞，还能呢美容养颜哦。荞麦富含微量元素铬、芦丁和亚油酸，能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改善血管堵塞。香菇含有大量的食物纤维，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改善血液粘稠。但是身体呢是不是强壮和肾脏的强弱呀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如果呢肾脏不好，你可能就会感觉头晕啊、心慌啊、腰膝酸软啊、乏力呀。那怎么能让肾脏好呢？怎么能不试试下面这个养肾小动作呢？这个动作呀就很简单了，就是跺脚，大家呢都应该会。跺脚时啊，最好呢穿平底鞋，双脚交替用力的跺地面就行了。力气啊就用踩一个空矿泉水瓶的力度，做呢3到5分钟。跺脚啊可以导浊气下行，有养肾、提升阳气的作用。那男性朋友啊，每天坚持做一做，提高肾脏功能，前列腺也会很健康。生活中啊，总有人捂着腰开玩笑说呀自己肾不好。那肾不好该怎么办呢？可以试试多吃一种食物，还有做好2件事哦。食物就是芋头了。芋头既好吃又营养，芋头含有大量的淀粉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经常吃一点有养肾护肾、保护肠胃的作用。还有做好2件事，第一件事多泡脚，每天泡脚呢15到20分钟，泡脚时还可以按摩脚底，对肾脏健康有帮助。第2件事，多运动。不要再宅在家里了，每天多运动运动，不仅可以提高免疫力、强身健体，肾脏也会越来越好哦。得啦，今天就扒这些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哦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